突然出现了一个纸人。哇，哎，棺材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了？哦，又出现了花圈。柜台上放着一卷沾满灰的账本。下一个就是你，债，全是债，你逃不掉。哦，哇，哦，纸人吗？这是一家四口吗？田家一家四口又给我指路了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大家好，我是宝海之源。今天我们来玩一款叫做烟火的游戏啊。这款游戏呢，在之前它是有测试版的，但是我忘记玩了，这么一忘就忘到了现在。哎，那么刚好啊，这一次这款游戏的正式版已经出了，所以我们直接来玩这款游戏的正式版吧。那么这游戏啊，是一款恐怖游戏，游戏的风格是有点类似于民俗传说的那种感觉吧。简单来讲呢，就是有迷信的元素在里面。虽然说迷信啊有很多种，但是呢，在恐怖里面啊，这个迷信一定牵扯着跟死人有关。这个游戏啊，我也是刚下载来的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新的游戏吧。游戏中出现的人名、地名均为虚构，若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鬼洗蚀业障，好受生罪孽者，折骨吸髓，施以无间痛苦，言法经。哇，一开始就是讲科学破迷信啊！那么这个游戏的背景故事啊，是一个刚刚上任的警察去调查一宗离奇的灭门惨案，但是呢，在这个案件背后啊，远远没有表面上看上去这么简单。真邪门啊！好好的车怎么熄火了？哎，郑哥啊，报案人还在镇上等着，要不先把车放在这里吧？不急，再说着火的事本来就不归咱们管啊，现在倒好啊，车给弄熄火了。要是被路队知道车坏了，指不定挨一顿骂啊！路队挺和善的呀。你才刚调来，不了解路队啊？原来我主人公的名字叫林李寻是吧？他要是知道车在出警时坏了，肯定得说原来我的上级是个女人呢不是让你好好保养车吗？如果你正在追捕危害群众安全的歹徒，车坏了怎么办？你能想象后果吗？哎，是，前辈教训的是啊。这样吧，我先试着修理啊，这个我拿手啊。郑哥，麻烦你了，都是同事啊，客气什么啊？对，手电筒快没电了，李寻啊，帮我带节电池吧。这条街上应该有小卖铺。好，我的前辈呢正在修车了。半小时前，青潭镇一户人家在举行葬礼时，棺材莫名起火。哇哦，棺材莫名起火！报案人称是有人蓄意纵火，上头派我和郑哥来了解情况啊。这是我成为刑警后负责的第一个案子。哇，第一个案子就这么邪门啊！我的天哪！嘿，郑哥，你好好修车啊！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小卖部。哎，这边有一个讲科学破迷信。青潭镇是一个闭塞的山中小镇，听说保留了不少迷信风俗。所以这个游戏的背景故事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。一提到迷信呢，我就想到了肯定跟死人有关。哇，这边有个小卖铺啊！嘿，老板有人吗？这柜台上摆着一个盛满纸灰的盆，偶尔冒出几缕火苗，这不就是烧给死人的那个盆吗？有人吗？哇，这个灯怎么回事？小卖铺老板说话了，刚睡醒，有事吗？我要拿一节1号电池。给2块钱。1号电池这么大的吗？好，对，手电筒的电池好像都这么大的啊。老板，这老板有点不对劲啊！他是不是死人啊？因为这个小卖部的前面放着一个专门给死人烧过去的那个盆啊。郑哥买到电池了，谢了干嘛？我先收拾车，你去现场了解一下情况吧。正好你刚调来没多久，顺道也熟悉熟悉这里。所以我跟郑哥两个人是接到报案了，开着车来到了这个地方调查情况，棺材为什么会着火。但是呢，车在路上抛锚了，所以我自己走路去案发现场调查一下。灵盆就在右边。公告栏这里有一个讣告，灯光太暗看不清，好吧，不看了。我怎么回来了？刚才不是经过这里了吗？刚才是经过这里了，什么情况？有狗叫声啊！这里的隔彩灯，这个地方破了一个洞吗？这什么？墙上渗出鲜红的血，之前是没有的。怎么回事啊？鬼打墙了吗？又回来了！
真的鬼打墙嘞！哎呦我去！哦，隔彩灯这里又不一样了，血好像越来越多了。墙上渗出鲜红的血，并且有2张纸钞粘在上面。这钱怎么会粘在上面啊？这是刚才买电池的钱啊！哦，果然我想的没有错，那个老板一定是死人。我买电池的钱啊，是现实生活中的钱，那老板是死人啊，死人是收不到现实生活中的钱的，我们要给他冥币他才能收到，阳间的钱他是收不到的。走吧，再往右边走啊，应该还是回来了。哎，你看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是时光倒流吗？隔彩灯之前啊是一堵墙，现在却出现了一道门，能走进去吗？哦，门打开了。哇！序章债啊，这都是纸人啊，这个不会就是案发现场啊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先看了再说吧。桌子上放着一根未点燃的蜡烛。哦，拿到蜡烛了，得找办法点燃这根蜡烛啊。旁边不是有火吗？直接在这点燃不就好了吗？是否点燃蜡烛啊？那肯定是啊。现在能看清了，先调查一下屋子。桌子上放着一封信。小卖铺老板王金才因病作古，需订花圈6架，纸人2副，蜡烛2根，3日后交付。啊，果然那个老板死了。那是谁卖给我电池的呀？落款是2天前，那个小卖铺的老板2天前就已经死了。谁卖给我电池啊？那个老板就是鬼。难道报案人说的葬礼是小卖铺老板的？那刚才在小卖铺的人是谁啊？那肯定是鬼咯。这边纸人好像捧着一本书啊，纸人手中拿的账本，是那个老板的账本吧？9月23日，王秀芬赊鸡蛋1斤，欠王金才2块5毛，赊账的人都记在这里啊。10月4日，谢荣发赊豆油1瓶，欠王金才16块。10月20日，林礼寻赊电池1节，欠王金才2块。什么鬼？我不是给你钱了吗？你为什么还把这个账记在上面啊？日期是今天的，为什么会有我的名字？我刚刚前脚买了电池，你后脚就记账啊？获得了账本，部分物品可以在菜单页面再次查看，按 X 键打开菜单。哎，这个菜单我觉得稍微得改一下吧，这个菜单我觉得有点难看啊。哎呦，这个纸人脸怎么了？好吧，所以说按照迷信来讲啊，死人的钱你一定要还上，不然的话他会一直缠着你。所以说，哎呦，吓我一跳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用冥币啊，把购买的电池的钱还给那老板。所以我们该怎么弄？哦，一出来门就没了，门消失了。那我刚刚是怎么进去的啊？哎，那我现在手上有光了，这个公告栏应该可以看了吧？清潭小学支教老师因故去世，终年27岁，写着姓名的地方被涂黑了，所以不知道谁死的。哎呀，老板，你是死人我不知道啊，你早知道的话我就给你冥币了是吧？哎，这鬼打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？椅子上放着一张纸。哦，你看，我说的吧，拿了死人的东西会欠下死人的债，若不及时归还，轻则恶疾缠身，重则家破人亡，尽早把东西归还，方能躲过一劫。哎，隔彩灯墙壁下面有纸钱。好了，拿到了冥币2块钱有了，那我可以给老板了吧？给你，老板，给你，花钱消灾啊！是否把冥币丢进盆中？哎，我不给你怎么样？你有本事来缠我呀！啊，算了，还是给吧。老板，钱收到了吗？现在能看清前面的路了。哦，原来鬼打墙是老板给我设置的啊！哇，纸人给我指路了。嘿，我去，我的天哪！可以出去了吧？好了，出去了。哎，这就是案发现场，有了，我终于出来了啊！给了老板钱之后，那老板才放我出来啊。哎，我进去了。哇，死者家属去哪儿了？先调查一下现场吧。桌上的蜡烛抖动的红光，映照着黑白遗像，是刚才在小卖铺见到的人。这棺材好像是打开的呀，棺材里面有人吗？哦，一个电话，有3个地方可以调查。先调查棺材板吧，棺材板上面放着一台电话，顺着线能看到听筒在棺材里啊！哎，你们看这幅画啊，看右边，这是2个脚吗？棺材板上面放着电话，然后听筒在棺材里面，这是死人在打110的电话。最近一次拨打的号码是110，所以我们接到报警是这个死人打过来的，播出的时间和接警时间差不多。哎，那果然就是这个死人打过来的。好，现在调查什么地方？我们看一下棺材里面嘛啊，看看这个死人。
画面没有变的嘛，就这个画面啊，你好歹再画一幅棺材里面的图像嘛。遗体躺在棺材内，隐约能看到表面的衣服被烧得残缺不堪。哦，看到这儿，我似乎想到了什么。之前我们接到报案是棺材着火了，但为什么会着火呢？是不是有人故意放火？为什么？因为要毁尸灭迹，不然他为什么要放火呢？棺材总不可能自己燃烧吧？现在让我们调查一下棺材周围吧。缺口附近的花圈和纸人被烟熏黑，但没有燃烧的痕迹。起火点应该是在棺材内，火势没有蔓延到棺材外。现场有点怪啊，不像是一般的火灾。得把这个情况告诉郑哥啊。好，应该是要回去了。回去吧，这里似乎已经正常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，这谁？哎，有人，有个妹子，过去看看。哎呀，人不在了。哇，这地上都是纸钱呐！哇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哇，看右边，突然出现了一个纸人。哇，哎，棺材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了？哦，又出现了花圈。柜台上放着一卷沾满灰的账本。下一个就是你，债，债，债，全是债，你逃不掉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哎，遗像上面写满了债啊！谁欠你那么多债啊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回去吧，得赶紧把这个情况告诉前辈。哎呀，怎么汽车变成了灵车啊？哎呦，门还打开了哦，还要走进灵车里面吗？哦，序章结束了吧？获得了一个成就，鬼在人心。哇塞，有点刺激的啊，有点意思。这次你又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一片白茫茫的烟雾，除了烟雾呢，还有一辆车，那是一辆黑色的灵车，开得很慢。我想靠近它，它却总是离我越远。那辆车送的谁？那辆车送的是我爸。这段话似乎是被催眠的对话呀，所以之前发生的那些东西都是催眠所看到的东西吗？我在医院里面了。嘿，你终于醒了啊！这里是卫生室啊，我怎么在这？忘了吗？你在临盆附近晕倒了，当时把我吓的呀！还好卫生室就在附近啊，医生给你检查了一下，说是你睡过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从小就这样。哎，你体质这样子，你还当警察？没事啊，你的情况陆队跟我提过，别放在心上啊，慢慢适应工作吧。对了，郑哥，葬礼火灾的事怎么样了？我问了负责人，就是没烧完的纸灰落在花圈上，但我调查过现场啊，火是从棺材里烧起来的。你看错了吧？棺材没被打开过啊。棺材没有被打开过？那我之前看到的是什么？负责人也没有追究，他都不知道是谁报的警，指不定是哪个调皮小孩干的。我觉得啊，我所看到的东西呢都是事实。虽然说他们不知道是谁报的警，但是我知道是谁，一定是棺材里面那个尸体报的。虽然说啊，这么听上去可能不符合常理，但是一定是尸体报的警。事发时没有其他人在现场吗？对，死者是小卖铺的老板王金财，几年前离婚了，而且他那人特别抠门啊，亲戚早就不和他来往了。现在死了也没人管，还是镇上的人看他可怜，凑钱办了葬礼。李寻啊，这案子你就别放在心上了，好好休息啊。哎呦，电话响了啊！医生不在，有什么事吗？哎呦，喂，需要帮助吗？呦，什么鬼？加椰子吗？哎呦，我怎么突然想到了加椰子啊？哇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这个声音也太像加椰子了吧？不会是加椰子给我打电话了？我小时候经常无端发烧，去医院也查不出原因。奶奶认识一个神婆，说我八字纯阴，天生容易遭脏东西。我最后一次见神婆是在爸的葬礼上，她见到我叹了口气，留下一句话：你能招鬼是天意，以后当警察多替死人伸冤。啊，就这个体质你还当警察呀你啊？这个门上面好像布满了蜘蛛网吗？门被厚厚的蜘蛛网覆盖着，先去左边看看吧啊！我吓我一跳，这个电视机。下面播报一起发生在当地的案件。9月15日，青潭镇某户一家4口被发现死在家中，户主田某某和妻子何某某、孙女田某某死于毒药，户主儿媳妇赵某某上吊自尽。警方猜测户主儿媳妇赵某是因为精神问题毒杀其他3人，然后上吊自尽。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，欢迎广大群众提供线索。电视机旁放着一把钥匙，获得卫生室的钥匙，可以出去了吧？第1章0，我
我们这样子好了啊，今天呢就玩序章和第一章，然后接下来呢一期视频玩一章好了啊。警察同志啊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你是这里的医生？对啊，我叫叶敬山，幸会啊，叶医生啊，今天这事特别感谢你啊，我是医生啊，救人是应该的。对了，看你脸生刚调过来的啊，昨天刚报道，难怪啊，清潭这地方湿气重，刚来都不太能适应啊，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。要来根烟吗？啊，不用啊，我不会这个，真难得啊，我认识的警察都抽得厉害，特别是老练的警察，查案时不抽没思路啊。我还没办过案子啊，不懂这些啊。我抽烟这事儿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啊！我总是劝镇上的老人少抽烟，让他们知道我抽烟就说不过去了。叶医生啊，我有几个问题啊。隔壁是王金彩的小卖铺吗？没错，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在葬礼上遇到一些奇怪的事，我想了解一下情况。你知道王金彩是怎么死的吗？他死了好几天才被人发现啊。我没见过尸体，不好说。镇上的人都在传他的死状很狰狞，像是被鬼索命。被鬼索命？这得提到前段时间发生的灭门案了，是田家的案子吗？我在电视里看到过。田家案后啊，王金才到处说田家儿媳是疯子，发疯杀死了全家。大家觉得王金才说了田家儿媳的坏话，所以被他的鬼魂索命。当然了，我是医生啊，不信这些。也许王金才本身就有心血管病，因为精神紧张发作导致死掉的吧。哎呦，突然断电哦，可能是电闸跳了，我去看看啊。警察同志啊，你要是嫌黑，门外的黑色面包车里面有蜡烛。好家伙，留我一个人啊，我有点害怕呀。那我们现在去外面看看吧，看看在车上能不能拿到蜡烛。这车上面布满了蜘蛛网，哎，说明这辆车很久没开过了呀。奇怪哦，座椅旁边放了几根蜡烛跟打火机。拿到蜡烛，点燃了蜡烛。借着烛光，隐约能看到车厢里堆了几箱烟花。卫生室的车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个游戏的主题应该跟烟花烟火有关吧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重要的线索。这里离灵棚不远，叶医生或许知道葬礼火灾的事。哦，对，我们回去吧，回去看一下那边布满蜘蛛网的门，这门看似很久没被打开过，也许有什么办法能清除蜘蛛网。两种方法，用手拨开或者用蜡烛烧。用手拨开会怎么样？蜘蛛网异常的坚韧，还用手拨不开的吗？哎呦，这开门的声音好瘆人呐！来到了外面，外面有一棵柳树，我家老宅种了一棵差不多的柳树。奶奶说这是邻家的命脉，会保佑我们家族平安。我爸不信这些，他下葬那天啊，柳树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像是在哭泣。药品储藏室，能进去吗？哎，电闸在这里啊！哎，叶医生不是去看电闸了吗？他人去哪里了？电箱里有2根电线，一根被烧断，另一根似乎还能用。哦，是这个蓝色的电线被烧断了，所以我们要拼接红色的线啊。好了，通电恢复了。谁？哎，这个人我看到过。哇，妹子哎，哇，好好看哦。案子不是结了吗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案子？你是新来的？啊，我刚来没多久。请问你说的案子是什么？我叫陈清穗，青潭小学的支教老师。哎，你就是那个死掉的27岁的支教老师吧？我能看见鬼啊，我能通灵啊，我有阴阳眼啊。公告栏上面写着支教老师死掉的那个。1个月前，我的学生田芳芳和她的妈妈、爷爷奶奶被发现死在家中。老师为什么会死啊？你们却怀疑是芳芳的妈妈杀了全家。我了解芳芳的妈妈，她不可能杀害芳芳。有什么证据吗？我这不是正在找吗？这下卫生室会有什么证据啊？等我找到往报社一投，你们就知道了。陈老师啊，看在你是来支教的份上，我不为难你，但不要乱拿东西啊，要是被人发现很难办了。还有啊，我姓林，是刑侦大队的刑警，我就在这附近，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可以来找我。难道这个主人公还没有发现什么吗？你明明看见过之前的公告栏上死了个27岁的支教老师啊，你就没想到是他吗？旁边有一把红伞，红伞不会就是这个支教老师带来的吧？一把正在滴水的红伞。外面下雨了吗？这个鬼不知道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寻找证据啊！一个案子死了这么多人，上头肯定很重视啊。陆队他们应该不会随便定案啊，先收集更多关于田家案的信息吧。哦，这窗户有人。谁？没有人。这明显之前有人站在这里站着的呀，电视机还开着。以下是一则关于田家灭门案的怪异传闻。据镇上居民说，
灭门案后的第7天，哦，这是头七啊。镇上家里专有电话的居民会在半夜接到来电，电话那头只有绳子紧绷的声音，仿佛掉了重物，而电话上显示的号码均来自田家经营的工化超市。针对这个传闻，警方表示只需勿有，请勿传谣啊！不信谣不传谣啊，这一定都是迷信的。哎呦，哎，你这怎么解释啊？来电话了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电话屏幕上显示了2段语音记录。叶敬山吗？我们是刑侦大队的。田家4口的案子你应该听说了吧？有目击者说，田向荣的儿媳妇赵小娟在案发前半小时去了你开的卫生室。我们想知道她去卫生室做什么，看什么病，买了什么药，当时的精神状态如何？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及时答复。这是怀疑叶敬山吗？哦，叶敬山回复了。警察同志啊，我是叶敬山。赵小娟在案发前确实来过卫生室，她说婆婆咳嗽得很厉害，想买些止咳药，买完药她就走了。当时在卫生室看病的人都看到了，而且我开药都有收据的，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联络。哦呦呦，门外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，车不在了，车好像朝临潼的方向开了。这么晚去临潼做什么啊？谁开的车？哎，格登彩，你们看，旁边就是卫生室，不应该是小卖铺吗？前方一片漆黑，无法前进，不能去。哎，变了，地方变了。远处是几个坟头，在夜色下显得格外阴森。这边是警戒线，挡住了去路，我们是否要进去啊？当然是要进去看看吧啊！哇，这是案发现场吗？哦，工化超市，是那个田家的工化超市，灭门惨案的那个地方。这里是田家，先调查一下现场。这个地方是有2起命案，一个是小卖铺老板王金才的死亡，一个是工化超市田家的灭门惨案。2起命案应该是有联系的。这边是可以上楼的吗？这里应该是田家的屋子，他们住的地方，门紧锁着，旁边还有个裤子。哎呀，生前晾的裤子吗？好，去工化超市看看吧啊！哦，工化超市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就专门打电话的超市，上面有2个电话，先看看这个吧。请输入号码不知道号码是什么。蜡烛旁边上面好像有一个纸。哦，这是电话号码2357。那旁边还有一个电话呀。找到订单后给我打电话，有红色跟蓝色的指纹，这个应该是提示吧。那2357呢，应该是打这个电话的。通了。喂，今天是芳芳的生日啊，回家前别忘了取蛋糕啊。订蛋糕的单子不知道被放在哪件衣服里洗了，现在就剩半张搁在洗衣机里，我腰不好拿不出来，另外半张可能在晾着的衣服口袋里啊。哦，不会就是我之前看到晾着裤子那个吧？听声音像是中年妇女啊。之前啊，在上面晾着一个裤子啊，这裤子里面呢一定是有半张蛋糕订单的啊。你看，果然有订单啊，获得半张蛋糕订单。哇，红伞，哎，就是那个27岁的支教老师。那个支教老师怎么会来这个地方？我猜测的啊，这个支教老师的鬼魂啊，应该是好人，他应该会帮助我们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游戏里面，应该还存在着一波坏的鬼魂。我那边的门开了，哇，洗衣机，还有半张应该在这洗衣机里面。洗衣机紧闭着，盖子上有一张纸片，竟能照现实，亦可透人心。于明镜前审视自我，于幻象中寻觅真相。这个应该是提示啊，似乎需要把旋钮转到正确的位置才能打开盖子。旁边有镜子，我照一下。镜子里的墙面画着奇怪的符号。哦，这个就是洗衣机上面的那个旋钮吧？但是这个是镜像的，所以说应该是右下了。我很少照镜子，奶奶说我阴气重，照镜子会被鬼上身。我爸去世后，我偷偷照了一次，在镜子里我看到背后的墙上挂着爸的衣服，那是件正在滴血的绿色警服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照过镜子，我记不清自己儿时的模样，看着眼前的自己也感觉很陌生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找一下其他的另外2个旋钮的位置吧。啊，窗帘后面似乎藏了什么，打开窗帘看一下。哦，有了，右上。这边还有一个浴缸吗？这是老式的浴缸吧，都是用砖头砌的那种。浴缸内壁有一个奇怪的图案，似乎只画了一半。这边有水龙头，要打开水吗？浴缸里装了一些水，
这样的话就能看到了吗？哦，果然，水面出现和内壁图案不同的倒影，正好组成完整的符号。右下、右上、左下。好了，洗衣机打开了，滚筒底有半张纸片，另外一个蛋糕的订单。田芳芳的生日蛋糕订单，订了一个巧克力口味的蛋糕。2004年9月21日啊，所以这个游戏的故事发生点是在2004年啊，是给田芳芳订的蛋糕。但21号田家4口已经遇害，是谁订的蛋糕啊？哇，等一下，也就是说在死后订的蛋糕，这是生日跟忌日一起过？谁呀？这么阴险？什么情况？哦，门被锁了，谁关的门？等一下，怎么越靠右边声音越响啊？不是吧？我不敢过去。怎么不一样了？这里是大队的停尸间，停尸台上躺着一具尸体，旁边是一份验尸报告。谁的尸体啊？赵小娟的尸体啊，是田家的儿媳妇啊。死者死于窒息导致的休克，无其他外伤和挣扎痕迹，结合现场勘查和走访结果，能确认死者是自杀。另外，死者的头发缠住了案发现场的一台电话，为方便验尸，已剪下部分头发，猜测死者上吊后身体转动，导致过长的头发缠住电话线。为什么有些地方是用黑笔涂了的？难道不想让别人看到吗？被涂掉的部分应该是比较重要的线索吧？是这个头发吗？头发紧紧缠住了水池，水池底部似乎有什么东西。旁边有剪刀，把这头发剪了。一把钥匙，这什么钥匙啊？尸体长头发了，长这么快，尸体被头发覆盖了。看到了，钥匙是开这个地方了，用钥匙打开，有2个红色和蓝色的开关，打开红色的看看。怎么头发又长了？茂密的头发似乎覆盖着什么？是否拨开头发？我的天哪，你这个人是真的啊！拨开看一下吧。我以为拨开头发嘛肯定是头骨啊，原来是蛋糕。生日蛋糕上放着一头似乎用来祭祀的猪头，额头上的电字因为灯光照射显得格外异常。这是个2吗？应该是什么线索？换一下蓝色的灯，去看看有什么线索。电字上面出现了4和8，不对，这是电话号码。我想到了。尸体不在了。怎么又来到了浴室啊？这2个不同的时空吗？你们看上面那个墙壁，这是头发吗？哇塞，这个天花板长头发了。嘿，妹子，陈老师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哎呦，这个陈老师可真好看呢。这里是芳芳家，我想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既然你们说案子已经结了，我来案发现场没给你添麻烦吧。陈老师啊，我看了田家的资料，验尸报告表明赵小娟确实是自杀的，而且新闻说了，赵小娟是在家人死后上吊，这能说明什么？如果我回到家看到家人中毒，即使没气了，我也会第一时间打120啊。你不懂，芳芳的爸爸去世后，芳芳是赵小娟的唯一精神支柱，赵小娟很爱芳芳。案发后，所有人都觉得赵小娟分了，可我知道她没分，她很清醒。在清醒的时候，面对孩子的尸体，得多绝望啊！我觉得所有的真相必须得听这个老师，老师应该都真相。所以你觉得是有人投毒杀害了芳芳一家，而赵小娟回家后看见芳芳的尸体，精神崩溃自杀？你认为有这个可能？在没找到更多的线索前，我不能下定论。你想要什么线索？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卫生室？难道叶医生和案子有关系？叶敬山有充分的杀人动机。2年前，芳芳的爸爸田宇因为癫痫病发作被送到叶敬山的卫生室抢救，但没抢救过来。芳芳的爷爷田向荣认为是叶敬山害死了儿子，不仅带人砸了卫生室，还踹断叶敬山好几根肋骨。最后叶敬山在病床上躺了大半个月，又赔了田家不少钱，事情才算过去。而且案发前赵小娟去过卫生室，回来就出事了。你不觉得有些巧合？叶医生说赵小娟来买止咳药，而且当时卫生室有其他病人目击了这件事，谁知道他给的药有没有问题？人死了，活人怎么说都对啊。所以你去卫生室是想找出叶医生的犯罪证据，但叶敬山是个聪明人，他没留下蛛丝马迹。那你在这儿找到了什么？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我还要去其他地方调查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我先出去了。我相信这个医生，我就说过的，这个医生一定是真相。红伞不在了，说明老师真的是鬼啊。陈老师看上去有些奇怪。当然奇怪了，他是鬼呀，难道你还没发觉吗？你有阴阳眼啊，你能通灵啊。
好好利用这一点吧，查出真相。好，对，想起来了，我们打个电话吧。哦，这边有顺序啊，应该是1481。电话打通了，看到蛋糕了，芳芳很喜欢。你公公说芳芳的同学都会来，晚餐不能含糊，别忘了去饭店买一些现成的菜，鱼不能少，阿宇和芳芳都爱吃。还有件事，早上我发现芳芳又把家门钥匙落在吃饭的地方啊，小小年纪就丢三落四的，万一哪天把钥匙落在外面，被什么人捡去了怎么办？小孩做事都是学大人啊，你得做好榜样啊。根据这电话内容来看应该是赵小娟的婆婆打给赵小娟的。这什么？蛋糕，碗里多了几块有些发霉的蛋糕，4块蛋糕，寓意着一家4口吗？先调查哪一块蛋糕呢？第一块没东西，第2块也没东西，第3块有把钥匙，获得大门的钥匙，哪个大门？左边有车的声音，哪里来的汽车声？田芳芳的遗照，我知道是哪个大门的钥匙了，是上面这个大门的钥匙。照片不在了，那我应该可以打开这里的门了吧？这是我第一次进案发现场啊！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用力吐出。刚好进入案发现场的时候，突然工化超市的电话响了。谁打来的？电话那头死一般的安静，只能听见沙沙的杂声。警察同志，叶医生打来的。我们只见过一面，你就记得我的声音啊？你也认出了我的声音啊？有意思。我在忙，没听见电话响。刚才的电话是你打来的吗？不是我打的电话吗？那之前我在这里拨了2357是什么鬼？这就怪了，这号码是田家的。难道新闻里说的坏事让我碰上了？我知道那个新闻，镇上其他人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吗？听镇上的人说，田家4口头七那晚，田家孙女几个同学接到过奇怪的电话。那天也是田家孙女的生日跟忌日一起了。我还听说头七前一天，市里一家蛋糕店接到一个订单，蛋糕是给田家孙女订的。谁订的蛋糕啊？不会就是你叶敬山订的吧？现在镇上的人都不敢靠近田家，怕惹上不干净的东西。田同志啊，我挺好奇你去田家做什么？关于田家案，我有一些想不通的地方，想再调查一下。叶医生啊，案发前赵小娟去过你的卫生室吧？没错，这个季节很容易感冒发烧。那天卫生室有不少人来看病，他们都看到了。平时田家的人会去那儿看病吗？话筒传来细微到难以捕捉的笑声，笑什么？我明白你想不通什么了，你应该听说了我和田家的事啊。确实啊，那件事后田家的人宁愿绕远路也不来我这看病。那天赵小娟突然来卫生室，我也很惊讶。她说婆婆咳嗽得很厉害，问我有没有某个牌子的止咳药，拿完药她就走了。我明白了，感谢你的配合。客气了，这案子我都帮不上忙，你还要继续调查吗？如果这案子有隐情，我不能假装没看见啊。说实话，刚才在卫生室我问你会不会抽烟，你说不会，你还说没查过案子，我以为你是个刚入行没经验的警察。但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线索很了不起啊！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查到这些线索的。可惜我现在有事，如果有机会，希望能好好聊聊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大晚上的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很怀疑你哦。既然那个支教老师怀疑你，你就是凶手，那我也怀疑你。案发时叶敬山在卫生室，有其他病人做人证，他的嫌疑的确不大。虽然这么讲，但是他肯定有其他的方法掩人耳目嘛。叶敬山似乎在有意无意地透露关于田家的奇怪传闻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想说一下我的猜想啊，因为这款游戏它是迷信的嘛，所以迷信和医生很有可能会联系在一起。因为人体啊，它是有五行的，医生需要利用这个五行，比如说来炼丹或者干一些其他的事情。那个叶敬山肯定有问题，而且接电话时，我只说了一声喂，他就听出是我的声音。他仿佛正潜伏在附近某个角落，窥视着一切。那这凶手已经很明显了呀，就是叶敬山啊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要调查叶敬山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们出去吧。纸人吗？这是一家4口吗？田家一家4口？又给我指路了。怎么回事？那辆车就是停在卫生室的黑色面包车啊！别怪我。谁？叶敬山吗？好，第1章结束了。火树银花，好吧，
那么这样子，第1章算是结束了吧？这个画面应该是来到了第2章。那第2章啊，我们就下次再玩吧。看这个场景啊，好像还是催眠啊。大家觉得这款游戏怎么样呢？还想继续看下去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中告诉我哟。